好一招诱敌之计。你真是天生神力，在下佩服。啊？你听得懂我说话？啊？你问我手怎么伤的？哎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不提也罢。哎，你嘴里叼的是什么呀？啊？这是蛇胆吧？哇，好腥啊！你让我把它吃了？也好，你可能是我临死前交到的最后一个朋友了。我听你的。雕兄啊，你知不知道这个蛇胆真的？雕兄。你让我吃蛇胆呢？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知己好友了，那你的一番美意，我又怎能拒绝呢？凌厉刚猛，无坚不摧，弱冠前已至，与和硕群雄争锋。呀，好剑！怪不得独孤前辈能以此剑技压群雄。此为软剑，30岁前所用，误伤义士不祥，悔恨无已，乃弃之深谷。哦。所以这里少了一把剑。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。40岁前持之，横行天下。啊？这么重啊！哇，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也不过如此了吧？雕兄啊，这把剑起码有70、80斤重啊！而且你看，两边全无剑锋，怎么用来杀敌呀？江湖上各门各派的剑术呢，都是以轻巧为主的。独孤前辈这把剑啊，打起架来实在太不占优势了，容易吃亏的。咦？
这是一把木剑吗？40岁后不至于物，草木竹石均可为剑。自此精修，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。唉，独孤前辈的武功真是登峰造极，像我这种无名小辈，怎么跟他比呀？真的好沉啊！雕兄啊，你要我使这把重剑啊？哼，哼，你。雕兄啊，你不是要跟我比试吧？我是个无名小卒啊，你是前辈，我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了。既然你那么有雅兴的话，那我杨过奉陪到底了。这剑实在太沉了，什么全真剑法、玉女剑法，根本就使不上嘛！雕兄啊，你天生神力，我自然不是你的对手了。你总不能把我当做独孤前辈吧？雕兄，我们继续练剑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要我跟你走？此处还挺漂亮的啊！哎，红豆生南国，没想到这儿这么多红豆啊！做什么呀，雕兄？干嘛？哇！哼！余一生不输于人，唯独一个情字，败得彻底。这又是哪位高人啊？哎，这是独孤前辈的遗物啊！你不讲道理，我也不讲道理，我就不相信今天出不去这里。
哇！哎，别打了，雕兄，我认输了，我认输还不行吗？我们还是继续练剑吧。唉。 雕兄，又是蛇胆。雕兄，你每天这样帮我弄蛇胆，实在太辛苦了，不如你也来一颗。好，那我不客气了。 这些蛇的蛇身被利爪所伤，看来应该是雕兄所做的。可是这些蛇的样子也太奇怪了吧？雕兄啊，雕兄，你一定是吃多了这些怪蛇的蛇胆，所以呢，力气才变得这么大。看来我也得多吃一点，这样才配得上我手中的这把玄铁重剑。 雕兄啊，你带我来这里跟……哎呀！雕兄啊，你要让我在这上面练剑吗？啊，原来独孤求败昔日美玉大人，便到这山洪之中练剑。好。我要修炼长线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找到爱的根源。你好。没想到在瀑布中练了半日，剑力竟会如此大进。像是那怪蛇的蛇胆，有强筋健骨的奇效，以致在不知不觉之间早已内力大增。此时于危急之际生发出来，才这般厉害。雕兄，你真不愧是我的良朋益友，一直在逼我练功，从来都没有松懈过。哈，嗨，呀，雕兄，没想到你这里还藏着一坛美酒啊，太不够朋友了吧？哇，果然是好酒。我知道雕兄你是为我好，你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独孤前辈的武功，怕我喝酒乱性。但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
你帮过我，救过我，还教会我武功，我真有点舍不得你。雕兄，你也算得上是我的良朋知己了。今天，我们就一饮而尽，喝个痛快。嗯。哼。雕兄，你的大恩大德，小弟今生是不能报答了。但是小弟在江湖上还有几桩恩怨未了，暂且分别，日后再见吧。这柄玄铁重剑，小弟借去一用。等我见到我姑姑，报了我的断臂之仇之后，我早晚会再回来。保重了。今日我们人多势众，不怕你。来人，给我布阵！他的剑法似乎比觉醒古时更快了一些。他一人使双剑，竟然出神入化。有机会，我也要领教一教。赵真人，躲我身后吧。多谢相助。还不过来帮忙！快去帮忙！太不要脸了！3个武林大宗师围攻一个小姑娘，真是笑掉大牙！我呸！我大个，帮着外人说话，回头定要叫你好看！赶快把大家的绳子解开，我们一起冲出去杀敌！是。龙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别来无恙啊！我要杀的人是他，请你让开。那可不行，龙姑娘，赵道长他是我的朋友，贫僧不会见死不救。那你试试看。杨过不在，即便你手里持有双剑，又有何用呢？你真健忘，上回在山洞，你不是见识过了吗？一时失手，何足道哉？今日就要与你一决高下。果然还是这个和尚高啊！居然能和小龙女战成平手。哪是平手啊？臭和尚都受伤，看不出来吗？我看我们还是一起上吧。大和尚若是死在他手里，我们能幸免吗？说得对，我们可不应该做亏本的买卖。上！是什么人趁我们闭关修炼之时，封住洞口，此等卑劣行径，
是为武林所不齿。兵掌教是蒙古人。邱老道，哼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贫道曾经讲过，10年之内找你清算这笔账。今天你来的正好，我等刚练成了7星聚会，就拿你来试招吧。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出神入化的剑法。罢了，原来古墓派的武功精妙若此，要想胜他，那是终身无望了。人都去哪儿了？姑姑呢？各位道兄且退，让贫僧助你们全真教一臂之力。小妖女，让贫僧料理吧。姑姑。今日只怕要死在这重阳宫中。我一死又有什么可惜？只是临死之时，总盼能见过儿一面。过儿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你不是在做梦，我现在正抱着你呢，你痛不痛？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。过儿，我好冷，抱紧我。过儿，你的手呢？你的手怎么不见了？没事的。手怎么不见了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被人砍断了而已。是谁这么狠心？谁把你的手砍断的？你现在不要再关心我了，你现在很虚弱，不要说话，闭上眼睛，不要动气。我来补你因功疗伤，好不好？小龙女，你古墓派与我全真教渊源颇深，纵有梁子，我们双方自行了断便是。你何以约了这些蒙古人，诸般邪魔歪道，害死我许多教下弟子啊！姑姑，我们现在赶快回到古墓，我帮你治伤。过儿，你的手臂还痛不痛？不痛，不痛。那剑花毒呢？有没有发作？有时候会发，也不是很痛。大胆逆徒杨过！这祖师爷跟你说话，还不赶快跪下磕头啊！还敢不理？我姑姑受伤，我不想和你们这帮臭道士纠缠。大胆逆徒！既然如此狂妄，今日我就要替全真教清理门户。你已替我出师门，今日又何提师承之说？看在我叫过你几声师傅的份上，我饶你不死。走！杨过，还我腿来！
我滚！杨过，恭喜你有了奇遇，还得了一柄威猛绝伦的神剑。看来贫僧是对付不了你了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就一起来算一算你暗算我姑姑那笔账。过儿，你把我放到一旁，可以专心对付他。姑姑，我们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今天我们夫妻俩力战群魔，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？你以为贫僧真的对付不了你吗？师叔，你独立支撑片刻，我先救师傅，再来助你。好。师兄，我回蒙古勤练武功，10年后找上这姓杨的小子，给你和师傅报仇。杨过饶命！等我将那个狼心狗肺的师弟碎尸万段，再来向你自行投上。到时候要杀要剐，我绝不皱一下眉头。你为人还算忠义老实，我今天就不杀你们，你们走吧。多谢不杀之恩，师傅，走。各位手足，本邦的鲁帮主惨遭奸人所害，已经葬身于杨太傅庙中，所以我们丐帮的弟子非常的愤慨。我们是要报此仇，可是报仇蛇无头不行。我们几位长老想来想去，就想请黄帮主复出，统领我们丐帮的弟子，替鲁帮主报仇。黄帮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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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帮主。各位兄弟，其实找出真凶，替鲁帮主报仇，我本来义不容辞。可是最近蒙古大军压境，襄阳告急，我们夫妇2人正在为对付蒙古人一事煞费思量，恐怕一时难以分心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找出一个才智兼备的英雄好汉来统领丐帮。黄帮主复出，诸位，今天呐，难得天下英雄云集，台下哪位英雄好汉能够瞧得起我们丐帮的，就请上台来赐教一番。如果他能技压群雄的，我们丐帮弟子就奉他为丐帮的帮主。站长，好，就让我先来吧。周大侠，请上台。黄帮主，在下斗胆先行献丑，请各位多多指教。台下有哪位英雄好汉愿意上台向周大侠赐教的？这种身手也敢上台比武，真是不怕丢脸。大嫂，不如你上台大显身手。如果你技压群雄，
你们母女就先后成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，相信以后必定以为佳话。我跟他比，岂不是太大材小用了？既然如此，让我先抛砖引玉吧。在下武修文，请赐教。请。小武兄家学渊源，又集两家之所长，果然不同凡响。二弟太心急逞英雄了，我认为是白费力气。待会儿真正英雄上台的话，岂不吃亏？有你耶律大哥在，修文也只是上去凑凑热闹而已。一会儿他下来你上，好，也替你耶律大哥省点事儿。敦儒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知道吗？是，师傅。这位兄弟又胜一举，台下哪位英雄好汉想上来挑战的？耶律兄弟，该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那我恭敬不如从命，我上台献丑了。在下耶律齐，请指教。好，姐夫加油！打得好！大嫂，我哥这个丐帮帮主看来是十拿九稳了，你开心不开心？如果是真的的话，你这个做妹妹的也一样感到荣幸啊。耶律公子现在又连胜几局，台下还有哪位英雄好汉想上来挑战的？击爆！有什么重要军情，快报！禀报郭大侠，蒙古右翼前锋的一个千人队已抵邓州。蒙古大军左翼前锋的一个千人队已抵新野。来得这么快？可是有件奇事。邓州城郊的蒙古千人队，一个个都死在了就地，军官士卒无一得生。啊，有这等事！新野的蒙古先锋1000人都变成了野鬼，遍地都是尸首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些蒙古兵尸首上的左耳都被人割了去。邓州的蒙古兵也是这样，人人没了左耳。来犯的蒙古大军有10余万之众，虽然折了2000人无关大局，但是我们全歼了他2路先锋，也是大大挫了他们的锐气。真是大吉大利呀！却不知是谁突发奇兵，将2000蒙古大军全数歼灭。我们中原有这么多奇人异士，如果个个都肯为百姓出力，那我们还怕什么蒙古人？对呀！各位手足，下去，属下告退。耶律公子说得好，现在台下还有哪位英雄好汉想上来挑战的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丐帮帮主就是耶律公子了。新帮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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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帮主。我们的帮主继任大典，稍后便可进行了。且慢！
梁长老，弟子要是能够胜过耶律大爷，也就能够成为本邦之主了，是不是？还是需要有人能够获棒杀仇，再奉他为主。不论是谁，只要他不是技压群雄的，就当不上帮主。如果日后不能获棒兼仇的，终也是愧居此位。耶律公子如果当上了帮主，那2件大事他不能不办。如果他赢不了你何老弟的话，那么他又焉能得任此位呢？梁长老言之有理，今日弟子就来领教耶律大爷的手段，再去寻棒除奸。小弟才疏学浅，原不敢担此重任。既然何兄肯赐教，那好得很。好说，好说。你这卑鄙小人，居然耍花招偷袭！齐哥，你再上去重新跟他较量。刚才在下侥幸胜了耶律大爷，但绝不敢图谋帮主之位。他日我若寻回打狗棒，杀了霍都这个狗贼，替鲁帮主报仇，届时请各位替我做个好公断。国二小姐，这是神雕大侠送给你的第3份礼物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还会动呢？大耳巴，一个忘恩负义的狗贼！今天我就来取你的狗命！蓉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他们2个人是认识的，咱们就静观其变。声音师太，大哥哥送给我的礼物一份比一份奇怪，到底……国二小姐，好戏还在后头，请你耐心等待。郭大侠，郭夫人，请看这是什么？打狗棒。神雕大侠有令，让我把打狗棒还给丐帮。多谢各位。还好找回来，这个逃帮主就放心了。只
真该死！啊！师傅，我终于替你清理门户了。神雕大侠有命，命你速速返回川边，不得再踏入中原半步。感谢神雕大侠，给我机会除掉这个叛徒，我达尔巴绝不食言。那就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敲山我倒要看看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霍都。福妹，大姐。福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用飞石救福儿的人是弹指神童。爹，爹，是你吗？你快出来吧！爹，真的是你啊！拜见岳父大人。行了，福儿，还不快谢谢外公救命之恩？救人的不止我一个。杨兄弟，既然来了，怎么不出来跟大家见面呢？过儿，过儿，没见过呀！大哥哥，你真的来了！晚辈拜见黄道主。郭伯伯，郭伯母，别来无恙吧？过儿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爹，你是跟过儿约好一起来的吗？是这样的，爹在一间破庙见到一群很少在江湖露面的奇人异士。兄弟们，此刻神雕侠召集各路人马、各路英豪集聚于襄阳城，咱们一定要去见识见识啊！这可是难得的盛事啊！师傅说是应神雕大侠之命来襄阳图谋大事，爹担心对你们不利，所以就赶过来看看。可谁知道，这位神雕大侠竟然是杨兄弟你。早知如此，我就不用这么操心了。过儿，你为襄阳城立了大功，还戳穿霍都的阴谋，为鲁帮主报了大仇。这新任帮主之位，非你莫属啊！岳父大人说得对，杨兄弟，正所谓当仁不让，丐帮帮主这个位子，非你莫属。在下逍遥自在，云游四海已经习惯了。丐帮帮主这个位子，真的不太适合我。耶律兄，你文武双全，刚才又在武功比试当中技压群雄，这个位子由你来做，真是再适合不过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也就不勉强了。齐儿，新任的丐帮帮主就由你来接任吧。是。帮中的各位兄弟有何异议吗？没异议，没异议，没异议，没异议。择日我们就举行接任大典。过儿，今晚就别走了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我们好好叙叙旧。对呀，大哥哥，我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说呢。郭伯伯，小侄还有要事在身，不便久留。他日如果能见到龙儿，一定再来您府上做客。各位，告辞了。想要烧死香儿，这个臭和尚太卑鄙了。香儿别怕，爹娘一定想办法救你。郭大侠，想要贫僧放了令爱，却也不难，那要看看你有没有勇气和胆量。你有话就直说。
国靖，你身为人父，如果还有一颗慈爱之心，请走过来，束手就擒。贫僧立刻放了令爱。你们若非惧我，又岂能与我女儿为难？既然你们惧我，我国靖有为之身，又岂能轻言赴死？国师怎么不数下去？来人，点火！是。不要！这么好玩的世界，我却快要死了。不知大哥哥这时在哪里？从谷底回来没有？大哥哥！还有龙姑娘。大哥哥，你来救我了！我答应带龙儿来见你，怎么能让你死呢？杨过，16年不见，你的功力有所长进啊！没想到你的功夫也如此了得，在我生平的敌手当中从未见过。我就说你打不过我大哥哥吧，你太不要脸了！大哥哥，教训他！我在海潮之中练功，功力足以与怒涛相抗。16年前他已经不是我的对手，何以今日他一击之下，我竟会险些招架不住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冲！蒙古人已经乱了阵脚，我们冲过去抢回香儿。杀！杀！师傅，师傅，你答应过我，再也不杀人了，你都忘了吗？
香儿，你可不可以再叫我一声师傅？师傅！师傅！师傅！哎。 师傅，师傅，杨过，接住他！师傅。 没受伤吧？放心，我没事。把他们全部杀光，一个不留！事不宜迟，我们快去杀了蒙古大汉。走。 杨兄弟，多谢相救，小心！他冲入敌阵去救齐哥时，我到底担心谁更多一些？实在说不上来。他在二妹生日那天送了他3份大礼，我为什么要恨之入骨？他揭露霍都的阴谋诡计，使齐哥得任丐帮帮主，为什么我反而暗暗生气？国父啊，国父！ 你是在嫉妒自己的亲妹妹。我是有妇之夫，齐哥又待我这般恩爱，我为什么还要在乎这些呢？齐哥，齐哥，杨大哥，我这一生对不住你，但你大仁大义，以德报怨。 小妹，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了，希望你今后别再恨我。叶领兄，擒贼先擒王，一起杀了他们大汗。好，再后也没有了。刘兄。 杨兄弟，接枪！放箭！
众人还沉浸在杨过立下的硕大战功的喜悦，可身旁黄蓉却担心杨过功高盖主。各路英雄好汉，先请吧。今日蒙古大军连遭2次挫败，我们自是不胜之喜。当然，还有一件喜上加喜之事，就是丐帮选出了新任帮主。果然，黄蓉还是处处护着郭芙。一旁的耶律齐心中感叹：这下终于能轮到我了吧？台下众人当即放声大喊。郭芙嘴角一笑，总算是当上帮主夫人了。可造化弄人，偏偏就是不能随了这老马的心愿。且慢！只看台下有一人举手阻拦，此人竟是和氏我。只看和氏我走上台来，耶律大爷的令尊在蒙古贵为宰相，令兄也曾位居高位。今日耶律大爷父死重贤，怎能成为本帮之主啊？此言一出，台下议论纷纷。这非我正统者，焉能同我丐帮？却看耶律齐立马狡辩，说先父命丧蒙古皇后，小可与蒙古暴君实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和氏我摆了摆手，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可我丐帮帮主轮替，一要那打狗棒做传承信物，二是前任鲁帮主大仇未报，尸骨未寒。这2件大事都没有完成，你就要成为本帮帮主，未免有些害过性急了吧？耶律齐一时语塞，幸亏一旁梁长老出来解围。虽说你言之有理，但我丐帮众数10万，遍布天下，不能无人为首，而寻棒除奸，更不是说办便办，也须得有人主事。却看和氏我直接打断：以弟子之见，谁人能够夺回打狗棒，谁人能够杀了霍都这个狗贼为鲁帮主报仇，我们就奉他为主。要是霍都忽然致死，而且功夫能够在耶律大爷之上，那我们岂不是要奉他为主不成？胡说八道！霍都的武功怎么比得上他？没想耶律齐的帮主之位还未坐稳，这帮主夫人倒率先耍起了威风。别说今日耶律大爷没有成为本帮帮主，就是成为了本帮帮主，帮主夫人也不该这样当众斥责本帮弟子啊！此话一出，直接戳穿郭芙的小心思，当下也不再忍让。齐哥，你便教训教训这个大胆狂徒。刘贵妃只是一介宫眷，怎及得上你我之间的交情？既然周师兄与他两情相悦，不如把他赠与周师兄。英姑听的那叫一个心花怒放，哪知周伯通此时又生变故。我不知道你是这么好的人，这件事是我错了，我不是。刘贵妃我还给你，以后周伯通再也不会见到了。周伯通说完就离开了皇宫。英姑此刻的心情就像那过山车一般，她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原来周伯通才是渣男祖师爷啊！心如刀绞，本想一死了之，偏偏竟然意外怀了身孕，10月怀胎，1朝分娩。英姑看着自己与周伯通的儿子，一切烦恼都抛之脑后，哪知意外又意外来临。只见皇宫中突然进来一道身影，对着孩子就一掌拍下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孩子？我只是伤了他的心脉，3日内段王爷要是出手相救的话，还能保住他的性命。来人正是裘千仞，此举只为消耗段王爷内力，好让自己在华山论剑时少一个劲敌。英姑抱着孩子疯狂地跑到段王爷门前，虽然心知段王爷不会救治孩子性命，可英姑还是跪在门前歇斯底里地哭喊着：我令大理皇室蒙羞了，可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。就如此，一夜之间白了头。段王爷终是于心不忍，本想救治这无辜婴儿，却在接过孩子的瞬间，看到孩子襁褓中的手帕，竟是和周伯通的定情信物。这手帕居然还是绿色。孩子是我妻子跟别人生的，他让我蒙羞，让整个皇室蒙羞。一想到此，恼羞成怒，将孩子还给了英姑。既然娘救不了你，娘也不能让你这样痛。与其看孩子在痛苦中死去，不如趁早帮他解脱。这或许是英姑最痛苦的时刻，也是他一生的伤痛。如今时隔30年，裘千仞已奄奄一息，只为祈求英姑宽恕，解开心中郁结。杨过心中感叹：这位英姑心胸也未免太过于狭窄。杨过决心帮裘千仞将英姑逼出。只见众人来到这黑龙潭前，把耳朵捂上。看杨过平气运功，气沉丹田。原来杨过居然满嘴胡说，他哪里知道杨过只是为了让大小五不再内斗，才出此下策。郭芙怒气冲冲地去质问杨过，杨过此刻正因小龙女离家出走而心情郁闷，哪里有闲心搭理这大小姐？哪想这郭芙一直在耳边喋喋不休，叨叨叨叨。人家女孩家清清白白的名声，是任凭你胡说的吗？郭芙见杨过对自己一副爱答不理，更是火气，将矛头直接指向小龙女。真难为你们师徒2人了，一个大义凛然，一个满面委屈。知事有其师，必有其徒。你师傅他根本就不是好人。郭芙拿出小龙女送给自己的淑女剑，还要我和你结为一对。谁要跟你永结同心啊？可郭芙千不该万不该，竟说出小龙女所谓冰清玉洁，实则和甄志炳暗度陈仓。你姑姑自己做的好事，她自己知道，简直是不知廉耻。杨过一听大怒，直接一耳刮子送给郭芙。郭芙自幼娇生惯养，哪里受得了这般委屈，当即拔出淑女剑就要教训杨过。杨过本就重伤未愈，此刻本又心烦意乱，一时不慎，竟被这郭大小姐斩去一条手臂。看到杨过痛不欲生，郭芙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，赶忙逃去郭靖房间，却又恶人先告状，说是杨过欺负郭芙，还强
抢走妹妹，自己一不小心伤了她。郭靖闻言大怒，本要教训郭芙，却被黄蓉护犊子拦下。等郭靖赶到杨过房间，早已是空无一人。果儿本来就中毒难治，现在你还砍伤他，你……靖哥哥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过儿。真是慈母多败儿，恨铁不成钢。郭靖担心杨过安危，急忙出去寻找，只剩下郭大小姐在房内独自哭泣。我身中精华剧毒，但过期不死，谁知天意弄人。此刻我断了手臂，难道我要命丧于此？姑姑，3个月把整个绝情谷焕然一新，又花了3个月教导他们武功。可突然有一天，裘千尺发现自己竟然怀了身孕。公孙止关切问候，正要带着裘千尺去休息。你不要拿我怀孕的事情当借口，就偷懒不去练功，快去练功去！裘千尺本以为自己的行为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，自己对公孙止如是珍宝，不仅将绝情谷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把自己家传铁掌功倾囊相授。本以为他会投桃报李，珍惜自己，可哪里会知道自己竟然养了一只白眼鹅。侍女柔儿本是自己派去监督公孙止练功，偏偏这女子竟不知天高地厚。这夫人也真是的，好歹是自己的丈夫，也不知道心疼一下。当男人最无助的时候，这样一声关切的问候，怕是谁都无法抵挡。两人就这样每天开展地下恋情，可只终究包不住火。两人轻易的举动很快被裘千尺察觉。只要我们离开了绝情谷，我们就可以双栖双宿了。你真的舍得你们绝情谷的百年基业和你那即将出世的孩儿吗？那个臭婆娘折磨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受够了。两人在花园中密谋逃离绝情谷，殊不知这一切都被裘千尺看在眼里。看着两人不要脸的你侬我侬，裘千尺此刻恨不得将两人千刀万剐。气急败坏的裘千尺直接将柔儿打进了青花丛中。公孙止打心眼里的害怕，贱娘们可不是好人呐！果然，裘千尺突如其来的一掌将公孙止一同打进了青花丛。要知道，这青花毒若无解药，36时辰内必死无疑。我本想任他们2个在青花丛中疼死，但又觉得便宜了这对狗男女，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。比起你们，真是胜过100倍。没错，你们2个真没用。原本杨过和小龙女并不是金轮对手，可就在刚才，他们一个使用全真剑法，一个使用古木剑法，双剑合璧，心意相通，攻守兼备，合二为一，已然突破玉女素心剑法第7层。这2人联手，堪比江湖超一流高手。金轮刚被郭靖一掌打得伤势不轻，生怕这2人扮猪吃虎，留下一句后会有期。当即快速离去。黄蓉为感谢小龙女救下了郭芙，送给小龙女一根发簪。可黄蓉的真实意图却是想告诉小龙女，不被世人看好的爱情是不会幸福的，即便你们影视古墓。可杨过心气浮躁，难免想念外面的花花草草，又当如何？没想到黄蓉上了年纪，竟却忘记了自己以前和郭靖谈恋爱也是不拘小节。晚上，小龙女回想着黄蓉的话，便想试探杨过愿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古墓中。杨过虽想和小龙女厮守终生，必然是快活似神仙，可真要在那冰冷的古墓里一辈子，自己那些红颜知己可又如何？杨过思索再三，如果我们气闷了、心烦了，那就一起出来呗。小龙女听罢心中一痛，看来过儿果然不能抵挡外面的诱惑，留下一封书信，不辞而别。只见信上写着：“你自己保重，记得我时别伤心。”杨过心中大急，好不容易与小龙女在一块，怎么又离家出走？这女人心果然是海底针啊！杨过四处找寻着小龙女，不想这一幕正好被金轮法王看到。以杨过一个人的功力，根本就不是师傅的对手，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大好机会啊！杨过找寻到一片小树林，听闻远处传来打斗声响，仔细一看，这郭家大小姐咋又被金轮国师拿捏住了？真是造孽啊！只见金轮正要对郭芙下手，杨过立即飞出几枚暗器。快走！几人在这乱石林中藏匿，但金轮早晚会找到此处。眼下只有杨过的武功悟性最高。黄蓉记得上次杨过使用那打狗棒法，虽有招式，并无内涵，于是便要在此刻快速提高杨过的战斗力，就要将这打狗棒法的口诀心法全部传授。放回掠地施妙手，横打双拳莫回头，狗急跳墙又如何？一辈子，有些人就算相处一辈子，结果也像陌生人一样。何元君听着陆展元一套一套的公式，索性也脱去了伪装。自从我遇见你的那刻起，我心里突然多了一份牵挂。两人在破庙里私定终身。陆展元说：“我要娶你，执子之手，不负余生。”何元君回道：“欠你江山嫁衣，一生休，纵被无情欺，不能休。”我此生绝不负。陆展元带着何元君亡命天涯，却不想李莫愁已一路追赶至此，一记冰魄银针，骏马当场就被击毙。李莫愁的武功远远高过两人，只是片刻就将何元君擒住。正想一剑结果这女人，却看身后竟飞来一把弩箭。李莫愁慌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自己倾尽所有，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？问世间情为何物？我算是大彻大悟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看不惯眼前这对奸夫淫妇。我爱的人是何元君，
我生死都要跟他在一起。言语加动作的双重打击，彻底击垮了李莫愁柔弱的内心。此刻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杀了这个女人。正当出手，忽见空中又飞来一人，来人自是那武三通。原著中的武三通是何元君的养父，于大妈的鬼斧神工，让此刻的何元君成为武三通的暗恋对象。我不知道你和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，但我们为了他们打得难分难解，他们俩却要逃走，是不是很可笑？这个男人是谁？他是我丈夫。我要杀了他！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李莫愁瞬间愣住，还有这波操作，李莫愁也不顾许多，趁着两人对峙之际，直接抓住了何元君。元君，你怕吗？有你在，我不怕。好，来呀！没想到的此刻，陆展元还能这样不要脸。回想两人逝去的甜蜜，李莫愁再也无法控制，举起了手中的绝情之剑。礼物，只看这西山一哭鬼各自端着1、4方木盒，吓得郭襄以为又是血乎乎的东西，又是血淋淋的吗？那我就不敢看了。却看身旁这大头鬼，呵呵呵呵。郭二小姐尽管放心，这件礼物绚烂夺目，保你欢心。只看这木盒一开，火炮冲天而起，在半空中直接炸裂，散了开来。但见满天花雨，银光闪烁，只看空中赫然写着“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寿”。只叹是一见杨过误终身。这场烟火让16岁的郭襄一辈子都没走出来，这场芳华却或是她此生最美的风景。恐怕杨过自己都没想到，自己这一举动竟无意间造就了2个门派。烟花绚烂绽放，一瞬即一世，忽又传来一声巨响，火树银花不夜天。但见流星传讯，一个接一个，连传百里之远。看着火流星的方向，竟是南阳。只看天降火雨，南阳蒙古大营瞬间被火海包围。南阳大火，这是神雕侠给郭二小姐的第2份薄礼，烧了蒙古大军20万的粮草。郭靖心中大喜，自己数次攻打南阳都是无功而返，如今杨过只是借着祝寿之名，便让蒙古大军损兵折将，果真大快人心。却看郭靖紧忙登上英雄台，敢问出手的各位英雄，能不能全身而退？要不要我们接应啊？郭靖侠之大者，不关心战果，注重将士安危，当真是仁义过人。当得知杨过早已安排后手接应后，才放下心来。歼灭敌军先锋固然大灭其威，但是毁了他们在南阳多年囤积的粮草还有火药，更是大功一件。到就换来了男人的背叛，自己只想让陆展元专心习武，护佑家人一生平安。陆展元却觉得李莫愁就像一个老妈子，费尽巴力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10家好男人。就在陆展元心情低谷的时候，却在街上碰见了这样一个女人，何元君，一个让人开朗快乐的女人。男人就是男人嘛，你很会夸人嘛。能让人快乐的话，为什么不呢？两人在小河边一起释放心中的压迫。何元君摸了摸陆展元的额头，男人吗？皱着眉头就不帅了。一记摸头杀，空气瞬间变得微妙起来。何元君羞涩离去，却不小心扭到了脚。不用说，该亲上了。短暂的相处，让情愫在两人心中种下发芽的种子。晚上，陆展元面对李莫愁的轻声讨好，不知应该如何面对。或许此刻他的心中只有温柔体贴的何元君吧。第二天，李莫愁又抓来一人给陆展元练习武功，没想到此人竟是何元君。李莫愁这样的举动，无疑是将两人最后的一丝感情送进坟墓。趁着李莫愁离开，陆展元就要带着何元君一起逃走。我们逃得了1天，就快乐1天；逃得了10天，就快乐10天。你要是没有这个勇气的话，倒不如杀了我。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每天看着你在这里守着。何元君的月光照的陆展元内心无比感动，或许此刻他坚信眼前的女子才能和自己相濡以沫一辈子。何元君忽然说他有个办法，而后只看陆展元坐在大堂，李莫愁兴高采烈地跑来，拿出自己耗尽心神秀的鸳鸯手帕，希望能让自己的陆郎开心。此时却见何元君拿着一把弩箭出来，直顶着陆展元咽喉，而何元君的要求就是被一匹快马带着陆展元离开。两人一起逃生到了一处破庙，破庙里陆展元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渣男语录，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我们不过才见2次面，有些人只要见1次，就像相处了1。哎呦，你当众拒婚，我真的就那么讨厌吗？你是不是真的要娶这位姓龙的女子为妻啊？是啊，看得出郭芙是真的很爱杨过，可杨过眼中却只有小笼包。杨过，你无可救药了！我要擦亮眼睛看你到底怎么身败名裂，怎么遗臭万年！郭芙连续3番被杨过拒绝，心如刀割。如果眼泪可以承载悲哀，我宁愿它泛滥成海。郭芙还在梨花带雨，却见一帮蒙古士兵将自己围住，没想到是金轮法王又折返了回来。另一边，郭靖、黄蓉知晓郭芙独自外出的消息，大骂大武、小武是猪。黄蓉担心女儿安危，带着大武、小武就去找郭芙。刚到客栈找到杨过2人，却见金轮法王正扣押着自己的宝贝女儿。金轮法王要黄蓉跟着他们去蒙古，这样有黄蓉在手，不怕郭靖不交出襄阳城。
以枉为一派宗师。黄蓉一时心急，却意外动了胎气，眼看自己无力与金轮一战，只好悄悄告诉大武、小武跳窗逃走。不过这两人是真的够猪，非要走正门，当即就被金轮制住。杨过正在琢磨着如何出手相助。我与姑姑齐上，也绝不是这和尚的敌手，不如去禀告郭伯伯，让他率人来救。却听金轮正好说道：“倘若不是跟黄帮主一道，还请自便。”杨过正要拉着小龙女离开，不料另一头憨憨开始短路。杨过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竟然见死不救！难道你忘了以前我爹爹是怎么待你的？你赶快去找我爹来！救我！金轮被郭芙一提醒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便要杨过一块到蒙古去。杨过心中问候郭芙1万遍，与黄蓉一个眼神，当即对着金轮法王动起手来，双方直接打出了窗外。黄蓉趁此时将郭芙救出。咱们先走吧，你身体不适，须得保重啊！练武之人不讲侠义2字，练武还有何用？过儿保护的性格，十里八街硬是没有哪个男的敢嫁给他。于是裘千尺决定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此时恰好遇见一位白衣少年，气宇不凡，风度翩翩，还敢在大街上救老大爷过马路，这不正是裘千尺心中的如意郎君吗？大姐，这把伞送给你。好一个高大威猛、善解人意、英俊潇洒、一见钟情！裘千尺为得到公孙止欢心，故意摆下这抛绣球结婚姻，还特意将绣球扔在公孙止面前。哪知这公孙止榆木脑袋，姑娘，你东西掉了，不要命了！可真是神女有意，相王无心。哪知这公孙止如此不解风情，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霸王硬上弓。裘千尺趁公孙止在客栈休息，竟直接送上门抱住公孙止。难不成你想霸王硬上弓啊？好办法，来吧！我来了！好一个民风彪悍的女子，敢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。不知时间过了多少秒，只看屋内遍地狼藉，堂西风月，男欢女爱，醉生梦死。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既然贞操不在，索性不如妥协。可婚后的公孙止仿佛进入了爱情的坟墓。裘千尺不仅每日督促着自己习武练功，还将这绝情谷中的一切都变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。所以我花了赵志敬这老道又在嘲讽甄志炳炫了小笼包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天晚上是谁趁着小龙女被人点了穴道之后，拿一块纱布遮住了她的眼睛，然后就玷污了她冰清玉洁的身体呀！哪料这一幕正好被屋外的小龙女听到，小龙女心中一痛，原来杨过一直不愿叫自己妻子，竟是因为他从来没和自己亲热，而那天晚上和自己双宿双飞的，竟是甄志炳这造孽之人。小龙女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在这一瞬间被击得粉碎。你把小龙女浑身上下扒得精光，像只白羊一样，有没有感到开心舒服啊？闭嘴！两人还在争执，却看小龙女推门而入，甄赵二人顿感后背发凉。甄志炳目光空洞，见到心爱女神已知道一切，递上大宝剑，让小龙女一泄心头恨。却不知为何，或是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个男人，或是不愿让杨过被父欺师灭祖的骂名，小龙女竟下不去手。我也不再清白，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，不能像从前那样爱过儿了。赵志敬见小龙女静不下杀手，赶忙带着甄志炳跑路。小龙女无言再面对杨过，将淑女剑送给郭芙后，又开始第3次离家出走。或许是那一夜的感情投入太过真实，或许是被纲常礼教的魔化，虽是无比憎恨甄志炳夺走自己圣洁的童真，却又要讲究从一而终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小龙女就这样一路无话跟在甄志炳身后，心中不知如何给杨过交代，又不知要如何为那美丽的错误买单。另一边，等杨过醒来，听到小龙女又不辞而别，身上情花毒再度发作，又晕倒过去。晚上，郭芙看到大小五竟有意躲避自己，不做舔狗，心中生气，质问两人为啥不舔。你已经许配给杨大哥了，还来招惹我们两兄弟干嘛？是啊，师妹，我求你了，以后不要再戏弄我们两个好不好？我许配给杨过了，根本没有这种事啊！郭芙这才知道，期间周伯通发现了被段王爷冷落的阴姑，两人竟在皇宫之中玩起了猫捉老鼠。王重阳面露尴尬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哪知道周伯通反而质问起段王爷：“你就是那个大理的皇上，看着也挺正常的呀，怎么每天只懂得练武功，不懂得管理自己的老婆呢？”王重阳怒斥周伯通成何体统，人家可是日理万机的皇上。皇上怎么了？皇上不也是男人吗？娶了人家当你的爱妃，就应该好好爱人家、疼人家，哪有像你这样的，也不陪人家玩，也不让别人陪他玩，暴殄天物！段王爷实在想不通，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家伙？不过看在王重阳的面子上，还是同意让周伯通陪伴英姑玩几天。这还差不多。然后你就看到这样一幕：大王，来抓我们呀！来呀！我在这里呢，快来抓我呀！啊！快来抓我呀！不痛，我在这儿呢，不痛。这哪里是老顽童，活生生的老色批！你追我赶10几天，两人终于感到了疲惫，跑来跑去的能有啥意思？每天都玩这个，确实没有意思。
不如我们玩个更好玩的吧。周伯通顿时来了兴致，正期待着更好玩的事情，没想到英姑直接亲了周伯通。周伯通顿时一愣，心中慌了神。这样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除非你不敢。被英姑话语一击，再看英姑此刻娇艳欲滴的模样，周伯通哪里顾得上什么道家规矩，疯狂炫起了刘贵妃。乃至这消息传到了段王爷的耳朵，差一点让段王爷走火入魔，直接暴毙。王重阳心中气愤，自己这师弟怎能比自己先拱白菜？贫道就在这里清理门户。说着就要一掌拍死周伯通，幸好段王爷及时阻拦。年轻人犯错在所难免。俗话说得好，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。